拉着我。你好，我们来办理一下过户手续。产权人方亚兰女士是吗？确认一下申请信息，然后在申请人签字栏这里签字就行。哎，妈，快签，签完咱就回家。你愣什么神呢？方亚兰，该不会是想反悔？从头到尾，我好像都没说过要将房子过户给你们吧？你说什么？方亚兰女士，你是自愿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吗？当然是自愿的。妈，娇娇都已经跟你道过歉了，你就别跟她置气了。亲家母，后边那么多人等着呢，你快点，别让人看笑话啊！方亚兰女士，你自己告诉我，你是自愿的吗？我不是自愿的，你们想霸占我的房子，把我赶出去，没门儿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要把你赶出去了？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？是啊，我们只是想过个户，都是一家人，房子在谁名下不行啊？一家人，那房子为什么不能在我名下啊？还是说，我根本不是你们的一家人？哎呦，婆婆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？当时婚前就说好了，给我一套房子当彩礼，可是现在都显怀了，连彩礼的影都没看到呢。闺女啊，他这是吃定你了呀！他这是想空手套白狼了。闺女，都怪妈当初听信了他的承诺，害苦你了呀！哎呀，妈，你看看这，都是你害的。我害的？谎话说多了，连自己都信了吧？当初你二婚嫁进我家，口口声声说在上段婚姻受过伤，没有安全感，将原来8.8万的彩礼翻了10倍。我心疼你的遭遇，所以答应了。但是你不但不感恩，还得寸进尺，要把我赶出我家。孙娇娇，这世上没有这个道理。二婚还给88万彩礼啊，这还不满足？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拿了钱还想霸占老人的房子，吃相可真难看。闭嘴！谁让你提这些的？我今天非要你好看！敢败坏我闺女的名声，我今天非撕烂了你的臭嘴！你们休想得逞！够了！你们都够了没有？收开，我忍不了了，今天必须做个选择，要么让他签了字滚出去，要么咱俩离婚。以后你别想再见孩子一面。娇娇，你别胡说。就是，现在女孩金贵，我闺女离了你，照样可以找个头婚男，可你就不一样了。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满意了？大过节的，你非得闹家里鸡犬不宁，非得看着我妻离子散才开心是吗？你说我闹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那房子不迟早是我的吗？早过户跟晚过户有什么区别？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？你非要守着你那套房子干嘛？你说我自私？周凯，我名下就这一套房，你媳妇口口声声说不跟我一起住。如果我今天把房过户给你，你打算把我，你亲妈往哪安置？你不会自己想办法吗？果然，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儿女不孝。我用了25年的时间，居然养出了你这个白眼儿。方亚兰，原来
你生儿子就是为了养老，你思想也太封建了。对，妈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是你养老的工具。凭什么非要我安置你？你这是道德绑架！周凯，这说的什么混账话？本来就是，都说了，为人父母最伟大的是托举儿女，不给儿女添麻烦。怎么到你这儿就反过来了呢？再说，你要钱没钱，要本事没本事，就更应该自觉点，别拖累我了。拖累？你说我拖累你？周凯，从小到大，我给你花钱的时候，你不说我拖累你啊？妈悉心照顾你的时候，你不说我拖累你啊？好，按照你的想法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，那这么多年我给你花的钱，你是不是应该也还给我？哎呦，这当妈的给自己的儿子花点钱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还在这儿计较什么？周凯，你瞧瞧你妈，多精啊！你生你就是为了吸你的血，现在吸不到了，自己就气急败坏了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了？今天说什么都没用，你必须把这签了。这亚兰出什么事了？师傅，麻烦你再开快一点。妈，你就不要闹了，赶紧签字行吗？我说过，我的房子绝对不会给你们。站住！和你好好说话不行，非得来硬的时候。周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直接拉着他去签字不就行了？妈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啊！你松开！你能不能听话点？你怎么退了那太过分了！她可是你亲妈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用你们管，滚蛋！妈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不给我还能给谁？难道你要带到棺材里，你就非要把事闹得这么难看吗？抢劫！你放手！救命！救命！还救命呢！你瞧瞧，这年头谁管你？周凯，这样对你爸，想气个人吗？亚兰，你没事吧？沈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凯，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你的亲母亲动手！不是，沈教授，我就是跟我妈有几句拌嘴。她之前说好了要把这房子给我的，结果到了现场又犯糊涂，我真的是着了急才……他谁呀？我爸以前的同事，他实验室现在和我们公司有合作，不能得罪了他。原来是沈教授啊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我婆婆她老糊涂了，您可千万别误会周凯。我亲眼看到的，能误会吗？周凯，你爸走得早，你妈为了你放弃了事业，省吃俭用，把一切储蓄都花在了你的身上。这样回报他的吗？畜生不如！亏他一身心思还扑在你的身上，钱一到手，第一反应就是要给你买新房。什么钱？你不是说那养老信托是假的吗？妈，到底是什么钱？沈教授啊，我知道老沈去世之前欠了你一笔钱，就算是把房子卖了也都还不上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这一家吸血鬼如果知道我有钱，肯定会吸到我的血。
我绝不会再给他们还一分钱。你们家欠了我500万的巨款，今天闹这一出啊！你想气死你妈，你要替她还债吗？什么500万？妈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之前不告诉你，是怕你有负担。怎么，你们想替我还啊？凭什么替你还？你们2个老东西欠的钱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对，让他还，让他还啊！妈，这债务是你们以个人名义欠下的，对吧？跟我没关系，对吧？你是我儿子，法律怎么界定，我不清楚。我说亲家，你这是明摆着拖小凯下水啊！女婿，你看着了没？你妈这是要害死你呀！啊，500万啊！你们俩搭进去一辈子都还不清啊！这是。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断绝母子关系。他欠下的钱，别想沾我们1分1毫。断绝关系，这也太……对，这主意好。女婿，你就听娇娇的，跟你妈断绝关系。娇娇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难道你想让她一出生就背一身债呀？啊？对，还有孩子。妈，你别怨我，我也得为我们的小家着想。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。好啊，断绝关系。你确定你想清楚跟我断绝关系了？都这个时候你还心软，你还真想听他还债？赶紧拿纸笔来，亲子断绝书签了。周凯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现在会后悔。妈，你就签了吧。既然你不要我这个话，行了，老太婆，这500万你就慢慢还吧。咱们走。走了。亚兰，你这是图啥呀？阿闪，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，既然他们心里没有我这个妈，我又何必祈求这份亲情呢？断绝关系也好。那你今后怎么办呢？阿善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你说，帮我找一位律师，要擅长处理家庭财产纠纷的。你这是？周凯有句话说得对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既然我们没有关系了，那么我的房子，还有他们结婚后给他们花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要讨回。这是我儿子让我签署的亲子断绝书，以及在房产局他们推搡逼迫我过户的全录像。宋女士，这些证据都属实，您有权夺回您的所有财产。有劳你了，那就从他们现在住的那套公寓开始吧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会让后宫罪不容诛。我妈，她从昨晚到现在，真就一个电话没打。这不正好吗？他要是回来不收留，我一定把他打出去。就是，以后这个房子只能咱一家人在这住。可是这大冬天的，她身上连1分钱都没有。周凯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
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妈了，就算她饿死、冻死都不关你的事。她不来找你，算她识相。可是，请问是周凯先生和孙娇娇女士家吗？是啊。我们是区法令执行局的，现在房产产生人方亚兰女士正式通知二位，请二位在24小时内撤离此处。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家，他凭什么让我搬出去？房产证上确实写着我妈。是他的名字又怎么样？你是他亲儿子，这房子怎么就是他一个人的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闺女和女婿一直住这儿啊。没有搞错，这是正式的法律通知。如果二位在24小时内没有撤离，我们将进行强行劝退。周凯，赶紧给你妈打电话，让她把这个什么狗屁通知撤回去，否则我跟她拼了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他把我拉黑了，我妈怎么可能？另外，周凯先生，方亚兰女士列出了自您成年以后，她向你和孙娇娇女士进行了多笔大额转账记录。基于你们现在关系的现状，要求立即予以返还。这都是他自愿给的，凭什么要我还？我的老天爷嘞！这么多钱，这不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还当他昨天为什么这么痛快？来，在这儿等着。请立即还款，否则此事将进入刑事程序。看我干什么？还没钱。我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，直接用她钱还就行了。总结。没事吧？周凯，选的什么破地方？又脏又臭的。大过年的，大家都在家里吃团圆饭，我却要挤在这破旅馆里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今年能沾个女婿的光，今年在家过个好年呢。切！妈，娇娇，你们就将就一下吧，我兜里这点钱只够住这儿了。都怪你妈那个死东西，存心报复咱。哎，女婿，要不你回去找你妈吧，跟你妈多说说好话，让她把那个律师函撤了，咱们好搬回去呢。啊，这不行吧？我刚跟我妈……哪有什么呀？母子没有隔夜的仇，难道你忍心看着娇娇和孩子住这个破地方呀？可是妈，我欠着一屁股债。那算啥呀？我昨天就看见了，他妈跟那个老头子关系可不一般呢。这债啊，可有的拖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房子。那你赶紧去找你妈。是，我妈做出这种事，肯定是想着我跟她低头呢。也罢，我就给她个台阶下。哟，这个也好看啊！是啊，老板，就包起来吧。好，大姐，哎，你这是最近遇到什么好事了？打扮这么漂亮。好事自然好事。是吗？哎，大姐你真漂亮。啊，事儿。妈，您是不是疯了？把我们害成那样，自己穿金戴银的，过挺滋润啊。难不成您这个那个沈教授？周先生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你们怎么样，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先不说这个，妈，您赶紧去法院撤销投诉，让我们回家住去。那是我家，我凭什么让你们住啊？以前不都住在那儿吗？以前我让你们住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，现在你不是了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啊！妈，我在跟您说正事，您能不能认真点啊？我很认真。周凯，
你那天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咱们俩没有关系了，你要是没地方住，你就自己去想办法，别来祸害我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行了吧？娇娇现在还怀着孕，不能住外边，您就当为了您的孙子着想，撤销律师函吧。你是真知道错了，还是孙娇娇母女让你来演戏的？啊？你们3个还真像一家人，脸皮厚，戏多。律师函我是不会撤销的，你给我让开！妈，娇娇都已经低头了，说愿意给你养老，咱们继续把日子和和美美的过好，不好吗？你能给我养老？我还想多活几年呢，以后我一个人只会过得更好。你一个做了半辈子家庭妇女的人，有什么能力过得好？妈，你就别为了跟我们志气说大话了。你看看我现在，你再看看你自己，咱俩到底谁有能力过得好啊？这儿子看着没啥本事。是啊，吹牛的本事倒挺大。真是的，你哎呀，这两人你就嘴硬吧，看你什么时候来求我。后悔，我最后悔的就是醒悟的太晚。见到你妈了吗？怎么样？我们什么时候搬回去？搬什么搬？他根本就不同意。什么？律师又来催了，咱必须得把欠款先补上，不然就上失信名单了。娇娇，彩礼钱，再加上妈这些年给你转的钱，再加上我的工资，应该也有100多万了吧？你能不能把这些钱拿出来应应急？那是我的钱，你一个男人怎么能打老婆的主意呢？这都只是暂时的嘛，等我爸妈劝好，这些钱不就回来了吗？可是，娇娇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那些钱全花了？那么大一笔钱，你都花哪儿去了？周凯，你这是怀疑我？我能花哪儿去了？当然都是花咱家里了。你身上的衣服，还有孩子、月子、胎教，哪样不花钱？出了问题，你不知道解决，反倒先盘问起我来了。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这样。娇娇，我不是怀疑你，我只是着急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前夫老是凶我，说过要好好对我的。不，我错了，以后不会这样的。光知道错了有什么用？你不是交了那么多朋友吗？找他们帮帮忙呗。快别提那些人了。喂，兄弟，最近手头方便吗？我想找你借点钱。周凯，我听说你点事儿，对自己亲妈的前夫可是着急起来，你的脸呢？以后我们这些人哪敢跟你交往啊？别联系了。都是学白眼狼，枉我平时对他们那么好，一听到我要借钱，全都跑了。早说你那些朋友不靠谱，看看吧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娇娇，你放心，这些波折都只是暂时的，等我年后升了职，就能把钱还上了。到时候，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周凯离了谁都能活。小张，怎么不上楼啊？老师，我来给您拜年，祝您新年快乐。你看，来都来吧，怎么还带东西啊？上去喝点茶，暖和暖和。不了。小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老师，是关于周凯的事儿。他最近负责的项目出了一些纰漏，导致公司很多人对他不满。这年后晋升的事可能就……小张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道个歉。当初周凯毕业没有工作，我请求你给了他一次面试的机会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为难了。老师，您别这样说。当年要不是您和周老师资助，我连大学都读不完。后来您更是将深造的机会让给了我，您的恩情我是一辈子都还不完啊！小张，这错了就是错了，
周凯是你的员工，他要是犯了错，你就按规定处理他，不要顾及我的面子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老师，改天再来看你。哎，老师再见。好，那你路上慢点啊。哎，好好。慢点开车。哎。孙娇娇，她来干什么？老公，钱呢？磨蹭蹭的，不知道。这是孙娇娇的前夫。就这么点，你不是说老太婆有几百万的养老金吗？怎么，你不舍得给我花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些年拿到的钱不都给你了？也不是那死老太婆，她的信托是假的，里面1分钱都没有。这点钱还是我好不容易凑出来的了。这钱连我还债都不够。你先别急，等周凯年后升职了，我把他工资都给你。你还别说，你还挺厉害的，怀着我的孩子，把那姓周的迷得七荤八素的，还把他家底儿都掏光了。那是他傻，老公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可要记得我的好。当然，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还得回去打麻将呢。去吧。周凯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好心，不知道你知道真相吗？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哎，你知道他的事吗？周凯，你过来一下。周凯，基于你年前项目的重大失误，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用再来了。什么？商总，那个项目我可以解释的，但是你年前不是说过要给我升职的吗？周凯，我从前觉得你能力不足，但是可以慢慢培养。但你首先得起码有做人的三观和道德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过年我去看望你爸，看你不在家，我就觉得不对。后来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发现你和你妈断绝关系。周凯，你妈对你那么好，为了找工作都求到我这儿来了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？你的良心呢？你认识我妈？她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？走吧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公司永远不会录用你。周凯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我被开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要升职了吗？怎么被开除了？娇娇，我发现我妈好像有事儿瞒着我。来了来了，回来了。妈，等我找到工作，就立马搬出去。进来吧，把鞋脱了外边，得给我把地板踩上。闺女，今晚上睡觉，妈给你换个新被子。你就睡沙发吧。我睡沙发？不然呢？我家就这么大，爱睡不睡。丢了工作，连个旅馆都睡不起，还在这给我挑上。我早知道你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吵死了！晦气，到正月都没有，找来个丧心。小凯呀，哎，
别喝那么多。哎，知道了，你上边儿点，别挡着我，你进球都没看呢。毯子我给你搁这儿了啊。知道。妈，多少天了，周凯还没找着工作呢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真打算一直跟他这么耗下去？那能怎么办呢？你听妈的啊！趁孩子现在没出生，赶紧给他带掉，让你妈给你找更好的。闺女这么年轻漂亮，可不能在他们咱叔手吊死。不行，孩子是好客。啥？你还没给他断呢？那杨浩还不如周凯呢，他天天就知道打牌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你忘了他当初怎么打你的了？妈，浩哥现在改了，他对我可好。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个恋爱脑啊？就算是要供着他，你得有钱够啊！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哪都需要钱。这周凯连个工作都没有，连他自己都养活不了。他虽然没工作，身体不行。你说这个？在单元楼下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。老公，又没找到工作吧？我马上就能找到的。我相信你，但是可是再过1个月就要生了，咱们总得想点别的办法挣钱吧？什么办法？这是什么？小娇，你不会要用这种办法来赚钱吧？不行，我不同意你伤害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欠一屁股债吧？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上失信名单，一辈子都考不了公吧？算了，就知道你靠不住。算了，我去。小娇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不会让你去受苦的。老公，你对我真好。芳姐，又去喂小猫呢？天冷了，他们找点吃的也不容易。芳姐就是善心。嗨，顺手的事儿。那我回了啊。你听说没有？他儿子被赶出去后，日子过不下去，要去捐肾啦。什么？好歹那也是他亲儿子，心太狠了。你们说什么？周凯要捐肾？小娇，妈，你们不用担心我，等我出来，我们就能还清方亚兰的钱了。咱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。老公，都是我们拖累了你。娇娇，这不该你的事，说到底还是怪我妈，为了一套房子把我逼成这样。哎，日久见人心啊，女婿。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了吧？你们才是对我最好的人。等我做完手术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这个手术你不能做。方亚兰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方亚楠，你还有脸来呀？怎么着？你这是怕小凯把钱还清了，上不了失信名单了是吧？你现在这个人心怎么变得这么坏了？你们怂恿周凯捐肾，到底是为了还债，还是为了填他前夫杨浩的无底洞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和杨浩早断了。老公，你别相信他，他就是见不得你好，故意挑拨我们的。错，方亚楠，你不准污蔑娇娇。好，那你们就好好看看，这些都是些什么？周凯，你不准看，你不准看！怎么了？现在你终于知道害怕了？我怕什么？这些都是假的。对，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 P 图污蔑我？死老太婆也太恶毒了，敢弄这些下三滥的东西来污蔑我闺女！方亚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相信娇娇，她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儿。你仔细看清楚了，照片上杨浩的衣着，他一个连正式工作都没有的小混混，外面还欠了那么多债，怎么会有钱买名牌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又不是我老公。现在周凯才是我老公。对呀，周凯是你老公，所以你才会心安理得的拿着他的钱去养杨浩，居然还盯上了我的养老钱。血口喷人！周凯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你的工资，还有从我这搜刮的钱，都花哪去了？那么大一笔钱，你都花哪儿去了？周凯，你这是怀疑我？操！我没钱。我才问你一遍，那些钱都被你花哪儿去了？你拿我的钱去养你的前夫？对，我就是拿着你的钱去养你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些钱是你心甘情愿的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为了你跟我妈断绝关系，甚至连捐肾，而你怀着我的孩子，竟然去找前夫讨亲了。你话别说的这么直，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见他的亲爹。至于和你断绝关系，那是你自己不孝，我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缺儿陪我，扶着自己亲妈不要，和我妈共产自己的亲妈。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多年，养成你这么的白眼了，我该你众叛亲离，不能这样的下去。你个贱人！你敢打我闺女？你这个不受用的东西，我给你劈了！给我滚！算了，这事我也做不成，你赶走。站住！还以为我今天只是带照片来觐见。这是最近几年孙娇娇多次盗窃，变卖我的首饰、财产证据，累计金额超过20万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汪亚楠，我是你儿媳，拿你点东西怎么了？用得着报警吗？娇娇，你对我妈这样，还敢偷她的东西，你的脸呢？我还怀孕呢，不能做了，你就求你妈饶了我吧！滚开！所有钱全给我给我拿！不要！妈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了。周凯，不是所有的道歉我都要原谅。哦，还有，你该还给我的钱，请尽快还，否则我依然会走法律程序，强制让你归还于我。妈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儿子，不然你来医院阻止我干嘛？我来医院，并不代表我原谅你，
而是为人父母给你的最后一眼善意。但是你对我的伤害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。以后你好自为之。妈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妈，我刚找到工作，但工资太低了，实在是租不起房。我能不能在你那儿先住一段时间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。不用，我有手有脚，用不着你来孝顺。让开！妈，我知道您还欠着债呢，你等着我帮你一起还还不行吗？妈，妈，你别走，妈！然儿，你真决定把那500万捐给我们实验室吗？就当是为我当年研究的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吧。我想，要是老周还在的话，他也会支持我这个决定。